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8号。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呢做选情更新，也就是川普总统他发布了一个推文，他在他这个推文上说呢，他赢下了密歇根州，但是呢他指责密歇根州呢他这个作弊很严重，严重到什么？严重到就是说投票数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该州的选民数。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州呢，他领先力转呢17万多张选票，确认了他在该州的胜利地位。目前呢，截止到11月18号大选的结果呢，网上有一张更新图，这个更新图呢，拜登呢赢得了227张选举人票，川普总统呢赢得了248张选举人票，也就是川普总统领先的。目前来讲，川普总统如果能够拿下宾州，再拿下任何一个其他的还没有开票的州，就类似于佐治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也就是这几个州，任何一个州，川普总统只要拿下，那川普总统就赢得了今年的大选了。那么左派的媒体呢是肯定不报道的，所有的主流媒体呢完全呢是封锁现在川普总统赢得了密歇根州胜利的这个信息，只有川普总统呢靠他自己呢发推特来表达他胜利的心情。那么目前来讲，离川普总统胜利呢还差一步。那么拜登呢，他早就被媒体宣布已经当选了，拜登已经沉醉在他自己这个胜利的喜悦中。左派媒体呢现在不顾事实，他们也就是一再宣称拜登呢已经是当选的总统。这个拜登是靠什么当选的呢？这就像川普总统在推文里面讲的，这个投票人数远远高于选民人数，这种作弊行为太简单了，随便弄逻辑上推理一下就知道是不可能的。整个底特律投票的人数超过了注册的选民，本州的选民一共是998万，减掉18岁以下的人口和那些非入籍的移民，现在不具备投票资格的人，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在这个州只有748万。但是今年密歇根州登记的选民人数是812万，比合法选民多出来60多万人。这60多万人哪来的？凭什么这个注册选民只有700多万，而投票人数变成了800多万呢？这60多万哪里来的呢？没有一个媒体会给你报道，也没有任何人去追究它里面的真相，他们只看现在投的这个票，拜登现在非常的领先，但是你经不起逻辑推销啊，你也经不起大家的质疑啊。乔治亚州前任参议员、现任乔治亚州共和党的主席叫戴维·谢佛，他呢发表了一个推特，他这个推特上说，拜登在某些县得票率已经达到了99.9%，这个99.9%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超过了著名的独裁者叙利亚的阿萨德在2007年的投票，他只有97.6%。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在2008年的投票率达到了99.6%，也比拜登的99.9%要低啊。而且拜登的记录已经追平了北朝鲜金正恩他99.9%的投票记录，这个是世界纪录啊！现在拜登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啊，也就是拜登一人得到的票，不光是追过了民主党前任总统克林顿、前任总统奥巴马、上届总统竞选人希拉里，而且很可能是奥巴马和希拉里两个人加起来的票都不一定比拜登多啊。拜登的票现在8000多万，接着数下去就是9000万，说不准是1个亿，很可能是全美国的选民全投的拜登一个人啊，这个票继续选下去就完全有可能啊。所以说拜登的选票到了如此高的地步，你觉得可能吗？从逻辑上推理可能吗？而且投票人数远远高于选民登记人数，你觉得现实吗？所以说尽管川普总统有质疑，共和党有质疑，但是民主党跟你下三滥手段啊。密歇根州就是啊，密歇根州要认证他们的这个投票记录的这个结果，要2个共和党的监票员要他们承认这个结果，而共和党的监票员认为你这个投票人数远远高于选民人数，你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嘛，这个认证我们怎么会同意呢？我们怎么会签字呢？然后民主党民主党马上就开始威胁了，就告诉他你要考虑考虑你的家庭，你要考虑考虑你的儿女，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将来在学校里面碰到黑人学生吧？他们就用这种话来威胁人家共和党的监票员啊！这民主党究竟是民主党还是黑手党啊？你可以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威胁别人吗？当然，这2个共和党人马上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其他黑人学生攻击啊。那些黑人学生本来跟他无缘无故啊，但是经过民主党这么一挑唆，可能黑人学生就觉得要把目标对准这2个共和党人，对准他们的儿女了。所以说这2个共和党人最终就是违心签了字。
你就可以看出民主党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不就是黑手党的做法吗？已经开始威胁了，已经开始下三滥的手段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觉得美国的选举现在还是一个公平的选举吗？美国的民主制度历经200多年啊，拜登240多年来，美国那么多总统里面，拜登得票数最高啊。你觉得拜登有何德何能啊？一个将近80岁的老年痴呆儿，一个句子都讲不完整，自己的儿子腐败非常严重，他儿子跟中国、跟俄罗斯、跟乌克兰、跟罗马尼亚的那些腐败，那些不堪入目的吸毒了，那些性混乱了，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是美国历史上历届总统他得票数最高的，达到8000多万票。你相信美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但是呢，民主党相信，左派媒体相信，所谓的左派媒体现在都一路高歌。包括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其他国际上的大媒体，现在都认定是后特朗普时代，现在都认定川普已经快要谢幕了。你有没有看到川普总统现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腐败证据啊？而这些腐败证据最终都通过法庭的诉讼，会拿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他们来认证。而且川普总统刚刚任命的这个国防部长米勒现在明确就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大选舞弊的问题，现在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敌对势力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挑衅和干涉的问题。如果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美军会分分钟粉碎外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所以美军做好了分分钟打击，主要指的是中共的任何力量，无论你是海军还是你化妆成渔船的这些军事力量，美军都可以分分钟消灭你们。因此来讲，现在这个大选舞弊，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宪政危机，很可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总统就可以下达紧急国防令。在总统下达紧急国防状态的情况下，那么美军就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消灭一切敢于对美国国家安全进行威胁的，包括共军在内的所有的外国军队。所以说，现在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大选舞弊通过司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那毫无疑问来讲，美国首先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现在外国是利用美国的大选，干涉美国的大选，把大选作为他们进攻的一个武器。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美国国家，作为美国国防部，显然就意识到敌人的阴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任这个国防部长米勒他就斩钉截铁地说，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总统的大选毫无疑问是受到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有了妨害，那么美军就要粉碎这些阴谋。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带领着美国白宫也好，五角大楼也好，带领着他自己的鹰派内阁也好，要战胜以中共为首的敌对势力，同时要保卫美国大选的这个竞选成果，要保证捍卫美国的宪法，捍卫美国200多年来所建立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这是川普总统他现在要完成的一个光荣使命。那么至于民主党呢？民主党是跟共产党密切配合的，可以讲民主党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大选赶紧结束，拜登赶紧上台，而且呢，对拜登马上接管政府呢，他们信心满满。拜登已经封官许愿，把他自己这个竞选团队里面的很多人，很多帮助他舞弊的人，现在都任命到他的临时内阁里面去。尤其是美国那些老牌的政治家，比方说基辛格都97岁了。基辛格这2天就发表他自己的言论，说是拜登政府要马上跟中共联系，马上跟中共握手言和，要跟中共团结捍卫在一起，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已经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态势，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中美之间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要保卫世界和平，中国美国要团结要友好。这就是基辛格为中国来做的说客啊！基辛格自从跟中共打交道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自己从中国身上赚这个盆满钵满，早就赚了好多亿美金。而基辛格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他做的所有工作，就是为中共在美国充当说客，说服美国历届政府，让他们跟中共投好，让他们跟中共勾兑，让他们跟中共合作，让中共渗透美国，最终让中共颠覆美国。基辛格就是中共安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经常爆，每一届新任政府来了他都会爆。所以说基辛格现在在拜登所谓要掌权被媒体宣布他已经是当选总统的这个状态下，基辛格来不及跳出来要求拜登立即联系中共，跟中共永远团结，跟中共永远友好，不要跟中共敌对，不要跟中共打什么贸易战，跟中共要并肩携手，否则中美之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态势，很可能再爆发再一次的世界大战。美国和中国打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不好？中共就需要用世界大战来消灭它。全世界的敌人实际上就是中共，
而基辛格现在在化敌为友，动不动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盟友，要求拜登政府立即跟中共投怀送抱。拜登还需要你教啊？拜登早就跟中共狼狈为奸了。拜登自己本人那么多年的参与就跟中共一直是眉来眼去的。当副总统的8年，跟中共完全勾兑到位，一边出卖着美国国家的利益，一边让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跟中共的勾结中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这就是拜登。而拜登的副总统贺锦丽，贺锦丽的老公是一个专门做中国生意的律师。中国在美国上市的那些500强公司，通通是贺锦丽她老公的公司所代理的各种法律服务。那么这种法律服务就是中共送钱给他啊。这些上市公司有什么法律服务啊？这些上市公司在美国碰到的任何大小司法之间的事情，都交给贺锦丽她老公所在的公司处理。贺锦丽她老公作为为中国服务的律师，也就早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因此，贺锦丽也好，拜登也好，他们跟中共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句真话，拜登和贺锦丽掌权就是共产党掌权，美利坚就变成中共海外的一个支部，也就是拜登和贺锦丽就分别担任了书记、副书记，那么服从习近平这个总书记领导，最终美国就会被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一个红色帝国。美国离委内瑞拉、离南非就差一步，可以这样讲，拜登上台，一定美国最终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川普总统要捍卫美国的宪政，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川普总统必须拨乱反正。川普总统如果不赢，川普输就是世界输，就是世界文明输，就是中国赢。拜登赢，不光是民主党赢，也是中共邪恶赢，也是纳粹赢，也是整个世界人民从此以后就跟中国14亿老百姓一样，过着被共产党奴役和专制的生活。对这一点，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总统，他这一届白宫的这个幕僚内阁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尤其是蓬佩奥。很多人说蓬佩奥他就是要立志要铲除中共，要结束中共，这没说错啊。蓬佩奥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来的。所以说，川普总统本届内阁是美国自中美1979年建交这么40多年来历任美国内阁中对中共打击最有力的这么一届内阁。所以蓬佩奥他就在11月16号他到访巴黎时候，接受巴黎当地最知名的媒体叫《费加罗报》采访的时候，他就告诉《费加罗报》，他说欧洲盟友必须跟美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中共。他称，如果我们放弃，有一天便会发现我们沦为中国专制政权的殖民地，而不再是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直接是指欧洲和美国都没办法成为伙伴，因为欧洲和美国都成为中共的殖民地了嘛。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就是要对全球输入他的红色意识形态，他就是要把全球最终都扩张成什么？扩张成全球人民就像中国人民当韭菜一样，给他们任意宰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这届政府的内阁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因为美国大选产生了宪政危机啊，也就是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拜登和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川普现在没有确定究竟谁当选啊。尽管这个主流媒体都宣布拜登已经当选了，所以中共趁机兴风作浪，除了宣布从17号开始到本月月底他们要在南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任何商船都不能进入这块海域，除了他们搞军事演习向美国挑衅之外，最重要他们在策反台湾啊。他们现在就打着准备武力动手武统台湾的脑筋啊。就是在昨天，在当地时间的17号台湾发生了一架F-16的战机，它是花莲5联队26作战队的一架 F-16的战机，突然就失踪了。有一架 F-16战机在进行夜航训练，就在刚刚，也就是晚上的6点05分从花莲起飞，在6点17分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雷达光点消失，而地点就在花莲机场东北方海面8海里处。那么现在呢，国军也全力的在搜救当中，最新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赶快连线给记者萧秉仪。好的，观众在今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接获国防部的一个通报，那么一架 F-16战机在进行夜航训练的时候，那么在6点05分呢从花莲起飞，不过呢在6点17分的时候也是再起飞过了12分钟之后呢，这整个雷达光点呢是消失在花莲机场，也就是在这个东北面8海里处的部分。那么在6点25分的时候呢，国防部的这个整个待命的这个黑直升机呢也进行搜救，
并且呢前往到现场。现在目前得知的是，包含海巡署、还有空勤总队、还有搜救机，整个都已经待命，并且还有请相关的海巡舰队到这个所失事的这个花莲机场东北面的8海里处来进行搜救。那么事实上呢，在今天可以知道的是呢，因为最近呢在 F51的整个相关的战机进行了这个全面检修之后，现在呢整个战备训练的都还是持续进行当中。那么也因此呢，包含一些空军，像是像今天的整个是 F16的战机在进行所谓的夜航训练，这是一个例行性的。不过呢，在今天晚上6点05分从花莲起飞，但是呢隔了12分钟，整个从这个雷达的光点上面来消失。那么地点呢，根据这个所谓的这个消失的地点是在花莲机场东北面8海里的部分。那么呢，在8点25分的时候呢，现在整个黑鹰直升机相关的搜救的相关的直升机都已经前往到这个所谓的东北面8海里来进行搜救。那么现在目前得知的是，这整个飞行员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呢还不明，那么也要等待这整个空军来进一步的来做查。这架飞机在正常的夜航训练中，在它升空不到几分钟，就突然从雷达盲点上消失。这种消失，很多人都感觉到很意外。其实，作为我建明曾经当过海军航空兵地勤的，我就分析判断，这架飞机很有可能是驾机的飞行员把这架飞机飞到中国大陆了。因为在80年代无论是共军还是国军，双方都有很多飞行员驾驶自己的飞机飞到对方的区域去，他们所谓投奔光明，也就是中国大陆的飞行员飞到台湾，他说是投奔光明；那么台湾的飞行员飞到中国大陆，他说他也是投奔光明。那么究竟是光明和黑暗？最后大家都验证了，这个双方飞过去的这些飞行员，大部分人的结局都比较悲惨，是因为什么？卸磨杀驴嘛。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最终都会扮演这种角色嘛，都是卸磨杀驴的角色嘛。后来呢，海峡两岸呢签订过一个合约，就是不鼓励自己的飞行员飞到对方去。那么这个合约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中共有什么遵守合约？中共什么时候都不遵守合约。中共现在就瞄准了台湾的一批优秀的从美国购买的战机，这个 F16战机是中共一直是想把它搞到手，因为中共他没有办法对这个飞机性能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以后，他怎么就武力统一台湾呢？而 F16战机呢是美国售台的一种先进的战机，这个战机呢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联合制造的一款多功能战机。这个战机呢它归类为第4代战斗机，中共呢就梦寐以求，希望搞到这么一架战机。这次台湾夜航训练驾机的这个飞行员呢，他的名字叫蒋正志，他的军衔是上校，他是台湾空军第5战术混合联队26作战队的队长，他的飞行总时速已经达到了2230小时，是国军资深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官。那么他驾驶的这架飞机仅仅升空10几分钟以后就突然消失，我认为不是机械故障，也绝对不存在这个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这个蒋正之上校他突然跟地面就失去了联系，而是我认为这架飞机驾驶叛逃大陆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目前来讲呢，我们还不知道结果。这个飞机从17号失踪到现在已经将近2天，国军也派出了大量的飞机和战舰去搜寻这架失踪的飞机，目前来讲一无所获。那么我认为一架飞机如果是失事，如果是坠落海边，是不可能没有留下痕迹的。现在这架飞机被飞到中国大陆，被共军接管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共军呢，在没有做好他各种宣传准备的时候呢，他不会对外面去公布。我认为这个蒋正之上校驾机叛逃中国大陆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中共策反的原因。因为中共呢，他就是看到现在美国宪政危机，中共就打算在美国宪政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对台湾呢有武力统一的想法。尤其是如果是拜登当选，那么中共一定会利用拜登的任期，然后对台湾实施武力统一。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所有关心海峡两岸的军事专家也好，网络评论员也好，这些政治评论家也好，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唯独蔡英文看不到。所以蔡英文也好，萧美琴也好，他们来不及的几次向拜登道贺，在拜登根本就不能确认肯定担任美国总统的情况下，他们不惜得罪川普总统也要讨好拜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如果拜登执政的话，拜登一定会出卖台湾，拜登一定会跟中共勾结，最终当中共武力侵占台湾，当2300万台湾人民遭受共军战火煎熬的时候，那时候蔡英文你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好，节目的最后，我呢要跟大家呢报告一个打击蚂蚁的最新的消息，也就是法院已经批准了给那个率领着一批蚂蚁围攻我家的那个为首的叫王文耿，给了王文耿一个法庭的禁止令。
那么王文耿是谁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是他呢打盲流的那个凶手。那么他多次呢到我家里面挑衅我。哎，吴建民，你家不是有枪吗？赶快出来打我呀！我不想活了，赶快打死我！吹牛逼说他家有枪，哎呦，等着我们呢！我来了你家那么多趟了，你咋不出来打我呢？吴建民，你躲在家里干啥呢？啊，你到底是今天又躲出去了，还是躲在家里呢？啊？其中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对着我家里面高叫，叫我吴建民出来，你不是有枪吗？你吹牛逼有没有枪？我需要把枪拿出来给你看吗？你往我家试试看吗？你冲到我家试试看吗？你进到我家的那个领地里面，你就知道有没有枪了。你王文耿要不要试试呢？所以说呢，由于他一再带人对我家里面进行骚扰，我呢向法庭申请了以后，法官现在已经批准了对王文耿的禁止令。这个禁止令就是要求王文耿在500亚的，就是500码之内，他任何时候24个小时都不可以进入这个范围。那么这个500亚的相当于多少呢？就是1亚的相当于0.914米，那么500亚的相当于457米，也就是在457米之内，王文耿是不能够进入我和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太太，包括我的儿女，他不可以接近我和我的太太、我的儿女500码，也就是457米之内。他如果走进这个范围，我马上打电话911，立即就会抓捕的。所以说，王文耿，你不是天天带着蚂蚁帮来吗？昨天不还来的吗？你来嘛，你再来嘛，你明天来嘛，我欢迎你明天到我家来嘛。我告诉你讲，457米，你进我们家小区那个路口的时候，跟我之间就已经有457米了。你进到那个路口，警察就来了。你来了以后，你就知道警察是怎么执行保护令的。你动不动叫我拿枪来打你，说是没枪，吹牛逼。那你就试一试吧，你走进我家你就知道有没有枪，你走进我们小区你就知道457米之内警察会不会出现，来嘛，带着你的朋友再来嘛。大家都看到啊，在上个月大量的蚂蚁帮的人员呢是被郭文贵组织到了德州，在傅西秋牧师家门口，他们组织了长达1个多月的对傅西秋牧师的骚扰活动。但是德州的警察很彪悍，尤其是傅西秋所在的城市米德兰市的市长非常支持傅西秋，加上呢，美国国会有多位重量级的参议员，克鲁兹啊、卢比奥、史密斯啊，他们都发表推文去支持傅西秋。所以说，在美国正义力量的打击下，这些蚂蚁们呢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从德州撤出以后，就有大量的蚂蚁呢聚集到了加州，因为加州的天气呢现在比较适合于户外的活动。这样，蚂蚁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起就密集的对我家进行进攻，一直到昨天，他们没有一天没到我家来。他们每次来最少15、16个人，多的时候都20、30人。他们高声叫骂、侮辱诽谤，在我的小区里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建民从事反共运动30多年，哪怕就是做共产党牢期间，即使是共产党的管教警察，他们对我建民也是非常尊敬的。我走到哪里，我所有交往的朋友对我都保持着那份尊敬。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一个人对我污言秽语过，即使是共产党那些抓捕审判我的官员，他们对我也都是文明客气的。而现在冒出的这些蚂蚁，他们这个骂的话脏的你都不能听，他们主动挑衅你，尤其那个乡下妇女那个阮海英，我不讲嘛，她给我提鞋都不配，她呢动不动呢对我破口大骂，在网络上面。朋友们好，我是大海，也是胖大海啊，可能简称大海。今天也讲几句吧。我看了那个吴建民说要告我们，还特别指名道姓要告我啊！我知道有人出卖了我的个人信息，还有照片、名字在推特上发出来了。吴建民，吴建仁，我大海来了第9天啦，你躲在后面干嘛？缩头乌龟报了几次警啦？出来呀、有像个男人一样出来啊！我都像男人一样战斗，推他 CCP 了，那你也是个男人，你出来呀、在那背后干什么呢？偷偷摸摸的讨厌，知道吗？你想告我什么？我想问你，你告我什么啊？我到你家门口来了，要不告报警来等着你啊！他们你也说告那个持枪挺哥和我，对他就是要申请禁止令。禁止令，那你可以告我禁止令啊！有我的名字，有我的那个照片。对，我都来第9天了。我们的战友层出不穷，你来告吧啊！来吧，大海，我奉陪到底啊！你個死仆街，你個冚家產！冚家產啊！你唔見民唔見種啦，愛死你啊！我愛你，对，这是我们洛杉矶这个女战友里的大号。爱一次。吴建民、吴建中，组织必完，卢培正。
很好。推倒 CCP， 推倒了吴建民。吴建民攻压伞 ，CCP 失败 ，CCP running down。吴建民，狗杂种，谁仆街？好，行了行了，谁仆街？叶文生，冚家鏟。谁的玛雅？共产党的党长，吴建党，吴建人，谁？那么这个为首的洛杉矶的这个负责人呢，就叫王文耿。王文耿就是殴打盲流子的那个凶手。他9月21号殴打了盲流子之后，就被警察当天就抓捕了。抓捕了以后呢，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他就在取保期间，他9月23号就率领一批蚂蚁来攻击我家。从9月23号到现在已经11月18号了。这么多天，他们几乎没有停过，他们基本上是每天都来，或者是隔2-3天就来。他们对我家进行多次的围堵，然后高声的谩骂、嚎叫。这些人他们根本就不要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攻击的是一个真正的对共产党反共的意识。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反共，我不知道他们反共反在哪里。大使馆在那里，你去敢反过共吗？那耿爽是中国外交部的外交官，他就坐在纽约，你去反过吗？那习明泽是习近平的女儿，她就是共产党党魁的女儿，你去反过吗？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一个不敢反，他们就是保护共产党。而我吴建民这种被共产党打击迫害多年的人，他们却来反我，他们在我的小区给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依据美国的法律来。他们是想激怒我，他们是想把我从家里面喊出来，然后他们对我进行骚扰和进攻以后，如果激怒了我以后，我和他们发生了各种打斗的行为，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我。所以说我不会上他们的当，我的律师也要求我不要跟他们见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采取天天围攻、包围、谩骂的这种形式，然后对我家里面进行伤害，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孩子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为首的王文耿，我已经把他告上了法庭，在11月5号已经起诉到了法庭。那么法庭开庭那天呢，王文耿要求把这个法庭审理呢延期到12月9号，他说他没准备好。那么法官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他这边从庭上面下来，第2天就率人又来攻击我家了。所以说呢，我向法庭呢申请了对他的禁止令。那么法官呢在12号就批准了对王文耿的禁止令。这个禁止令就要求王文耿在任何时间，在500亚德之内，王文耿不得接近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儿女。王文耿任何时候进入到这个范围，我只要打电话拿10000，打911，那么警察立即对他进行抓捕的。那么王文耿是第一个。王文耿因为他作恶多端，他必然要送上法庭。等待王文耿的要么是坐牢，要么是赔钱，要么是吊销身份。那么现在郭文贵一看王文耿惹事了，也就对他切割了，卸磨杀驴了。现在 Sarah 已经把王文耿踢出群，王文耿现在染上官司，他要钱，他没有钱，郭文贵不会给他1分钱，而且所有的蚂蚁们一起嘲笑他，就说你做的事你自己担，你别找郭文贵。因此来讲，王文耿给郭文贵充当炮灰，他最终就是这个结果。该坐牢是他去坐，该赔钱是他去赔，该吊销身份是他去吊销身份，禁止令保护的是他，禁止令打击的是他。这是王文耿是第一个。很多朋友都问我，还有那么多蚂蚁呢？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那个蚂蚁帮呢，我们擒贼先擒王，先把王文耿打击掉，下面就是阮海英，下面就是陈平，一个接着一个来。所有的蚂蚁，基本上到我家门口的蚂蚁，我通通都把它们拍下来了，因为我家除了有监控之外，同时呢，我有合法取证的渠道，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蚂蚁们个人的信息我都掌握，一个一个来。所有骚扰我家的蚂蚁，一个都跑不掉。想办证币你就做梦，你一旦在法院留下案底以后，你往哪里去办证币？那么为什么不一起起诉呢？大家要考虑美国的这个起诉的这个过程啊，很漫长。律师代理一个案件，诉讼这个过程呢，它很漫长。所以说呢，一起起诉的话呢，费用很高。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诉讼费用很高，律师出庭费都是每小时要$500。澳洲有一个细思，按照细思讲，他起诉了当地那个被郭文贵指派来的蚂蚁对他进行骚扰的这个案件，他现在这个案子还在取证、调查和开庭的准备阶段，他已经花了5万澳币。相当于3.5万美元，他通过公众募集到的资金只获得了1/3。我没有通过公众募集，因为呢，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到让大家都来拿钱让我打官司的地步。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他们主动给我 PayPal 打赏，或者给我的账号上打一些费用来支持我，我非常感激这部分朋友。目前来讲，我打算就是把王文耿先送上法庭，让王文耿得到应有的惩罚。至于王文耿所率领的那些蚂蚁们，一个都跑不掉。随着王文耿被打击之后，其
其他的人员也必将受到美国的打击。也就是这些人，他们必然要付出他们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这些人我本来跟他们完全不认识，从网上也不认识，在生活中也不认识，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交集。这些人突然就变成我的敌人了。共产党是如何把这些人组织成为我的敌人的？可以讲，像阮海英这种人，他给我提鞋，他给我倒洗脚水都不配，这种人他居然对我破口大骂，经常挑衅我，你算谁呀？你有什么资格来挑衅我？但是话讲回来了，共产党在后面作为一个邪恶的力量支撑着他，然后他投靠郭文贵。郭文贵就是帮助共产党在美国干的这种脏活，因为郭文贵就要把大量的民运人士诉讼到法庭上，郭文贵就知道用滥诉缠诉，用美国这个漫长的司法过程，用高昂的律师费把你们吓住，郭文贵就干这个事啊。所以说今天郭文贵把那些蚂蚁们推到前线，很多蚂蚁们自己充当了郭文贵的炮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今天这个炮灰的下场最终就是被郭文贵切割，而他自己本人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该取消身份取消身份，到那时候郭文贵把你一脚踢开，郭文贵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王文耿就是现成的下场，所以王文耿必然要为他自己作恶付出他应该的代价。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